明明可以靠演技的杨紫，就是爱美色和流量，两个人天生脱俗。最近，杨紫的工作室更新了不少消息，不仅有拍摄最新199恋爱的路透，还有日常硬照。然而，这些看似青春的照片，似乎经不起一点细节的放大。虽然细化得很仔细，但是比较挑剔的网友还是发现了柜体上略微倾斜的线条，而杨紫的脸也变成了一张诡异的蛇脸。199爱的路透照也有一些板着脸的评论，杨紫的出现是玄学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大家越来越盯着杨紫的脸看，而杨紫的脸也经常浮肿生硬，经常有两个人出图恋。反观杨紫，更多的是靠颜值和滤镜的加持。直播时，杨紫经常美到连脖子线条都看不到的地步，而他们每一次出现在活动中，都会被路人误认为是李小璐、周笔畅等人，一时之间又不一样了。前段时间，杨紫为某品牌拍的宣传片更是被围观。视频中，她想展现自己轻盈靓丽的容貌，但脸上的硅胶感严重到让她似乎无法表达自己。粉丝们也不愿意公开夸杨紫的状态好，只好将责任归咎于团队和妆容。但是从杨紫工作室平时晒出的图片来看，杨紫的团队已经给了她多种路线和造型，只是硬照很生疏，生图完全暴露。最近网络上流行一个流行语，叫做四俗女，就是长相最普通的演员，而杨紫就是其中之一，也是最不被观众接受的。因为杨紫多次过度营销大美女人设，屡次将她推上舆论风口浪尖。回顾杨紫的演艺生涯，在饰演夏雪时，宋丹丹坦言杨紫以后不会演戏，颜值也不会好。杨紫不服输，坚持突破。她用大量的作品告诉大家，她有这个实力。在偶像剧火爆的这几年，杨紫凭借《亲爱的最爱的人》奠定了她在国内娱乐圈当红小花的地位。成功是流量，失败也是流量。杨紫自己似乎也很享受流量带来的红利。既然是偶像剧，演员的形象就必须达到偶像级别。杨紫在偶像剧中的人设一直都是绝代佳人，不过虽然长得好看，但也没有那么绝代。几场演出下来，观众开始看腻了。杨紫吹捧的爆款演技，在各种同志剧面前也不过如此。再加上新生代实力派演员接力，杨紫的实力频频挨打。其实杨紫的演技还不错，就是要扎进车流，埋头美色。或许是宋丹丹的不够漂亮，让杨紫一直觉得美。因为过度的美，杨紫在演戏中也变得有些微表情难做，做出夸张的表情，更容易放大充满膨胀的缺点。明明很强大，却慢慢失去了表现力。从邻家女孩到蛇精网红，杨紫群众基础好，粉丝多，前途一片光明。她不再需要和当年一样了。拍完《家有儿女》后，她苦苦思索如何转型，如何在娱乐圈站稳脚跟。她已经是娱乐圈当红的明星了，只是不想被新生代演员碾压，还是要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实力。要想大家闭嘴，不要再谈面子，就要用更多的好作品来说话。至于长相，有时候并不是那么重要，一张天生丽质的脸才是表演的基础。被众多男星视为提款机的杨紫到底有多有钱？牛俊峰被主持人问到，如果你现在找人借钱，你会找谁借？他脱口而出和杨紫一样的问题。当被问到张一山和程毅的时候，也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找杨紫。好姐妹乔欣过生日时，杨紫眼睛都不眨一下就把6666元的大红包扔给了对方。据说她去菜市场一趟就花了几千元起，3个火龙果600多块钱。另外，虽然她的日常穿搭很普通，但也难说有钱。干农活的外套不低于4000。在机场，她穿了7000多件毛衣和2万多个包包，拥有超过4万个大牌。出席活动的杨紫豪气十足，手镯8万，一对耳环高达59万。不过，这笔钱对于杨紫来说根本不值一提。毕竟10年前，她花了4000万，在寸土寸金的京城买了一栋顶级别墅。这栋别墅完全按照欧式风格建造，其豪华程度令人啧舌，内部装修也十分豪华，全欧式奢华家具、进口羊毛地毯等，处处透露着奢华二字。俗话说，豪宅配豪车，杨紫也不例外。上班的时候是价值500多万元的迈巴赫，
逛街的时候是价值240万元的保时捷。他还以7位数的价格购买了3个8号车牌。杨子之所以如此得意，其实也是靠自己的努力换来的。当年，为了让杨子成为一名演员，父亲从5岁起就带着他走遍了北京剧组，却无人理会。7岁的时候，他和老牌演员冯远征搭档了这样一部电视剧，从而正式走上了演艺圈。10岁在宁静，马景涛主演的《孝庄秘史》中饰演萧婉如。12岁时，杨子凭借主演校园电影《少女日记》获得华语电影男牛奖优秀童星奖提名，真正被观众认可和记住。他是《家有儿女》中的夏雪，没有资源和人脉，父亲陪着他从一个剧组走到另一个剧组，他才有机会参加《家有儿女》。情景喜剧家族有一子一女，结果不仅人气高，而且广受好评。饰演雪与冰雹的杨紫、张一山、尤浩然都成为当红童星。看着钞票和流量像洪水一样涌入自己的口袋，制片人忍不住笑了起来，趁热打铁，赶紧拍了第2部，也是大受欢迎。但是到了《家有儿女》第3部的时候，某投资人的女儿心血来潮，于是原定的女1号杨紫也换成了投资人的女儿。据说那天凌晨12点，副导对15岁的杨紫说：“我们投资人的女儿要演这个角色，收拾东西走人。”不过官方表示，演员杨紫因个人原因辞职。那时候网络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，很多观众还真信了这个鬼话。但不得不说的是，普通人在资本面前是没有发言权的。忙碌了10年，杨紫第一次想到了放弃，于是打电话给宋丹丹求助，但不仅没有得到宋丹丹的安慰，反而脑袋上挨了一记重拳。宋丹丹说自己长得不漂亮，不适合演员这个职业，这对还是个孩子的杨紫打击很大。幸运的是，身边有疼爱杨紫的父母。父母不忍心女儿演员梦的落空，在一个又一个剧组的死亡喜悦中再次陪伴她，但他们没有背景，没有资源，也没有人愿意给她一个机会。好在山穷水尽，没办法，还有一个村子，从无人问津的小透明鱼圈，到被宋丹丹说她长得不漂亮，不适合当演员。好在杨紫够倔强，还是想在娱乐圈有所突破。2011年底的一个晚上，杨紫的妈妈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，说他是孔生导演，想邀请杨紫拍一部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。杨紫知道，如果错过了，自己可能就真的失去机会了，所以她爽快地答应了。2014年，杨紫获建华主演的《战长沙》播出后，成为豆瓣年度榜单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。也正是这部高质量的作品，帮助杨紫完成了蜕变，让人们在圈圈注意这部以前的电视剧。童星。这个时候，杨紫终于明白，做演员和做人是一样的，你不仅要做好人，还要一个有价值的人。2016年是杨紫爆发的一年。《欢乐颂》让她一炮而红，浮云编年史让她获得多项最佳女演员提名，凭借多部热播剧，被南方都市娱乐周刊评为1990年代4大年轻女演员之一。从此，杨紫从曾经不被人喜欢的小透明，正式跻身1线女星行列。要不是童星出道，一路走来吃尽苦头，一次次被资本压榨，杨紫成不了资本之王。2021年与原经纪公司解约。现在的杨紫不仅是现在的演员，还是幕后老板。尔格斯传媒公司、康萨朗影视文化工作室、福建时代中乐影业，如今手握3家公司。年仅30岁的他已身价上亿，被不少网友戏称为下一个杨幂。02虞姬说肖战是他最不想拍的明星，他走起路来像一阵风，每一次经过都是一闪而过。某娱乐记者近日爆料，他最不想拍的明星是肖战，他走得太快，像一阵风一样掠过，每次还没准备好，人就不见了，每次都无功而返。高挑大长腿，气质洒脱，肖战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，都给人一种雷厉风行的感觉。他的行程也很紧凑，当他还在国外参加时装周惬意旅行的时候，各种蛋糕已经被逼上了。有谍战剧，有武侠剧，有古偶剧，有古装剧，每一块蛋糕都色香味俱全，让人食指大动。不禁想象肖战要是演起来该有多帅，多么轰动。可惜有的只是热饼，有的是敲门砖，有的是一厢情愿。
肖战的下一部剧会是什么类型的？你会和谁一起工作？我和我的团队已经把他提上了日程。即便肖战结束了忙碌的拍摄，放慢了脚步，开始了平凡无忧无虑的生活，但他的目光却一直紧紧盯着他，总想说出什么来轰动整个娱乐圈，也注定要失望。因为肖战过于自律，心无旁骛，虞姬跟着他很久，最后只能摊开空空的双手感叹：肖战除了做饭，就是在做生意。没有资本的助力，肖战能够在几年内在纷争成常态的国内娱乐圈爆红，努力是绝对离不开的。每个人都有懒惰，一旦完全放松和放纵，就会沉迷于这种状态。这些年，肖战从来没有为一些琐碎无意义的事情分心，以至于他停下了脚步，放弃了自己的初心。无论是奇花异草，还是高山峻岭，肖战始终从容不迫，边走边唱。当一个人在为梦想而努力时，身上闪耀的光彩不仅会感染和感动那些一直关注和欣赏他的人，更是对自己无形的鞭策和鼓励。作为演员，不仅工作紧张，还有各种艰难的抉择和被迫放弃，以及随时袭来的攻击和质疑。而每当肖战出现在公众面前，浑身都散发着一股强大的气势，眼神中有着直抵人心底的温暖和力量。因为他心中有梦想，对未来有清晰的规划，对自己有更清晰的认识，足以抵挡外界的喧嚣和内心闪过的怯懦与惰性。肖战让无数寄予厚望的虞姬失望了，却真正做到了让外界改变，在他心中的位置始终如一，不以自己为耻。在所有喜欢他的人和他饰演的每一个角色中，肖战始终保持着一颗坚定而细腻的心，自然而然地能在这个功利喧嚣的圈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部分。诗意。